大家好，几个小时以前呢，澳大利亚媒体爆出一条比较劲爆的新闻哈。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呢，你一定听说过一个叫做澳大利亚紧急护援协会的组织啊，这是一个相当庞大而且成长相当迅速的华人民间组织啊。它的会长叫刘辉峰，被澳大利亚情报机关盯上了，然后呢，拔出萝卜带出泥啊，据说呢会牵扯到很多的自由党的议员啊，这个等等啊，甚至部长的人物，尤其是唯一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国外的华人议员廖婵娥女士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新闻呢，普通人看看就看个热闹啊，但是我呢觉得看完以后觉得这个新闻大有问题，里面有很多道道。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啊。你在澳大利亚，你只要人在澳大利亚，你就一定听说过这个组织啊，在微信上相当的活跃，因为在民间嘛，有很多经常会有什么老人，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这个走失了、迷路了、找不着了啊，然后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呢就会动员起来啊，动员他。大概有上百个这样一个微信群嘛，四处找人啊，发动志愿者，据说有1000名志愿者。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紧急护援协会了，我觉得非常纳闷，这个组织发展呢也未免太过迅速了。它好像是2017年就刚刚成立的嘛，然后突然一下2018、19年那个时候我在做新闻报道嘛，到处都是这个紧急护援协会。最关键的是呢，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吧水泼不进。我曾经试图联系他们或者怎么样，但是似乎呢，他们就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内部的圈子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内部的圈子呢，才能用到他们的服务啊，或者说跟他们发生关系啊。那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呢，其实这个今天报道这个内容吧，很多内容呢，在上个月啊，我们华人圈子里面已经炸翻天了，因为这个紧急护援协会里面呢，他的副会长就直接爆了这个会长刘辉峰跟他妻子两个人的这个料啊，爆了料，说他们反正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啊，这个报道里面没有说，反正呢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内讧啊，爆出了很多内情，包括这一次这个报道里面啊，媒体报道里面提到的很多情况，比如说这个刘辉峰已经被这个情报部门约谈了，不叫约谈吧，就是意思就是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质询了。那么同时呢，他要申请延长，可能是签证吧，要申请延长，我记得是一个投资签证吧，投资移民签证吧，好像被拒签了，还是被拒绝延期了啊？反正这个很讨厌，一下子这个人呢，现在好像正在申诉啊，因为被拒签了嘛，正在申诉阶段，如果申诉还是没着落呢，就没有签证，就只能离开澳洲了。等等，这个情况呢，都在这次的报道里面得到了证实啊。具体更多的情况呢，我就不讲了。据说这个刘辉峰会长呢，对所有去报道他们内讧事情的媒体都发了律师函了啊。其实呢，我该有的联系人我都有了啊，该了解的内情啊，什么截图啊、微信截图啊，我都有了。但是呢，我憋住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暂时先不报啊。我呢，等我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律所啊，愿意帮我做我的法律顾问的，到时候我再做这些比较高难度的东西报道啊。那好，我们来说这篇报道啊。这篇报道呢，其实讲的主要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刘辉峰是怎么回事儿？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是2014年来的，我也是2014年来的。你看看人家2014年来的啊，然后过了2年就扯起大旗，做起这样个这个组织啊，然后就已经做得风风火火了。据说流水还不少啊。总之呢，就是他首先报了这个人的过往经历啊。然后报了他跟自由党很多人士的有合照啊，尤其是跟廖婵娥女士啊，她有很多的合照。那这次报道里面爆出来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啊，跟这个中国驻墨尔本的总领馆，他们之间有一份秘密的这个文件，似乎是一份任命书，委任书，或者说是上面说呢，就是紧急护援协会呢承诺呢要接受这个总领馆的一个指示。要向总领馆提供一些跟安全风险有关的信息，以及跟中国公民在澳的中国公民有关的信息。然后总领馆呢会给予这个紧急护援协会一些特殊的帮助、方便以及资金的支持。这个是这个报道里面最劲爆的内容。
这个其实就已经坐实了紧急护援协会呢就是外国代理人，完全满足外国代理人机构的这样一个定义啊。如果这个文件被证实是真实的这份文件呢是2017年签的，然后呢据说呢这次提供的是2020年续签的这个版本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的这个网站上还可以查到2017年8月1号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举行领事保护协助机构委任仪式啊，就是委任，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文件，就是这个委任书或者是意向书，当时签订的是意向书。所以这一次报给 ABC 的这个材料呢，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蓝本里面这个意向书到底写了什么？据说呢，应该是由这个紧急护援协会里面的一些干事或者董事委员会成员报给媒体的。那对于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呢，我是这么认为的，确实呢，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里面是有很多事情，因为语言不通嘛，因为存在这个语言和文化障碍包括那个人际关系的障碍呢，所以很多时候家里老人丢了，去找警察，警察又说不清楚，然后感觉好像警察又没怎么在找。那这个时候呢，求人不如求己就大家组织一个内部的护援组织自己志愿者自己去找警察警力有限嘛，我们自己去找，也有过很多这样成功的案例，就是最终还是找回来的这个组织呢，确实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就跟在中国里面的很多 NGO 也，我们都知道，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在剧烈缩减。曾经有一度呢，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概有几十万个吧，还是上百万个，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过。然后呢，就经过2015年开始，这几年就砍，最后砍到现在可能就极少数，要么就存在的呢，也是已经被这个政府牢所控制的。为什么中共不喜欢这些 NGO 呢？因为 NGO 呢，说白了就是在跟中共抢民心，他们做了很多中共或者是不愿意做，或者呢就是做了成本太高的事情，就由他们去做了。但是呢，他们做这个基层的事情会跟中共抢民心这个东西你政府没有你们政府，我们一样玩得转这样子的话，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所以中共这两年很砍国内的 NGO。那么至于在海外的 NGO 怎么办呢？就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尤其像这种直接深入到民间，控制到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组织呢，必然会是中共使领馆或者说我统战部门重点攻克的对象。甚至呢，2014年这位刘辉峰先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就来到了澳大利亚2017年就跟领馆建立了这样高层次的合作。如果说不是2014年他就是冲这个来的话呢，似乎都有点不太有说服力我没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暗示。所以说呢，紧急护援协会有没有必要？有必要。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呢，这件事情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呢，由中共来做，尤其是在国外，尤其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地方，由中共来做，怎么做都是错的。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另外呢，拔出萝卜带出泥嘛，就发现这个刘辉峰呢，跟这个澳大利亚自由党的很多人混得很熟比如说澳大利亚副财长，就发现他在微博上晒了这个副财长的合照然后呢，这个副财长还给他下属的一个什么公司的这个产品签名背书，还有澳大利亚前财长，就是正的财长也给他签过字儿。最多的这个报道里面说的最多，有几乎1/3的笔墨在说的就是他跟这个澳大利亚也就是维州的墨尔本的这个华人议员廖婵娥女士关于廖婵娥女士呢，我以前专门做过3集整整1个小时的节目讲廖婵娥女士，很多人都看过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那里面就讲呢，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呢，从2017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开始呢，就跟这个廖婵娥女士呢她那个时候还不是议员，她那个时候还是社区服务的某一个主席吧，就跟他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互动而且呢，据说这个廖婵娥议员当时当上议员以后嘛，这个就职仪式还邀请了这位刘辉峰会长到会这位会长呢还跟他有非常多的合影，一会儿在警察局啦，一会儿在这个就职仪式上啦，一会儿在什么地方啦这个合影。然后他据说他自己跟朋友声称说廖婵娥是我的铁姐们或者怎么样就是关系非常好的。
里面特别最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廖婵娥在2017年那个时候嘛，他那时候还不是议员的时候呢，曾经发起了一个反对工党，就是意思讲就是反工党宣传啊，反工党宣传，就是当里面有一个访谈讲到呢。廖婵娥讲为什么这个紧急护援协会要成立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很多住在墨尔本的人还记不记得啊？2016、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南苏丹的难民组的一个黑帮嘛，在墨尔本那边特别有名嘛，黑帮。但是我不在墨尔本，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啊。据说呢，很多墨尔本的华人呢谈到这个黑帮是谈黑帮色变啊。当时有一个墨尔本，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墨尔本里面有一个议员，就是跟这个廖婵娥他这个选区很近的这个议员。以前当过兵的这个黑帮，因为他主张打击这个黑帮嘛，这个黑帮还摸到他家里去，直接闯到他家里去，所以可见还确实很嚣张啊。那么廖婵娥当时接受采访就讲了，为什么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大家要组织起来，要守望相助呢？就是因为警察不管用啊，就是因为这些黑帮、这些难民太不得人心了，在华人社区太不得人心了，所以他们才要组织起来啊。这个是2017年还是18年啊？廖婵娥说的啊，被认为呢是在为这个紧急护援协会背书。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呢，我们待会儿再讲啊。总之呢，就是这一次的报道啊，就是第一个啊，就讲了刘辉峰这件事情；第二个讲了他跟这个自由党啊，自由党的很多的这个议员啊，他们有多少的这个牵连瓜葛。对了，里面还讲到这个刘辉峰呢，给这个联邦的自由党政府捐过钱啊。另外呢，他还讲到就是澳大利亚联邦工党的党首啊，一把手 Albanese 啊，就是呼吁说呢，要求政府要严查这个刘辉峰啊，他跟这个2个议员嘛，刚才我们说这个副财长还有这个廖婵娥的议员，他们到底有什么联系？还有呢，他给个这个自由党到底捐过多少钱啊？这个都要查出来。好，这个就是这个 ABC 的报道啊。在今天早上，我在推特上刚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就发了一个推。我用英语发的啊，主要意思就讲什么呢？这是一篇非常巧妙的进行一个不平衡报道的一篇文章。我呢，虽然对这个报道的作者没有什么恶意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在新闻报道、媒体报道里面有党派偏向，这个对于澳大利亚、对于西方国家的这个伤害，甚至要大过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我以前一直都讲嘛，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问题，相比于西方世界这个，偏向性啊，尤其是媒体的偏向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共是怎么养大的？很大的一部分养料就是这个西方媒体里面那个偏向性，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嘛，我是右派嘛，所以我肯定认为主流媒体这个左派的偏向性特别明显。有的时候特别明显，有的时候像这篇文章就不是那么明显。如果你不去做一番功夫的话，你可能看不出来，这好像说的挺对呀，没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呀，该给的照片都给到了，是吧？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好，接下来呢，我就来细数这篇报道的问题所在啊。其实呢，主要有3大点。为什么我觉得这篇报道是偏向的？有点偏向的啊，说白了还是偏向于工党的啊。第一个呢，前面我们讲到了啊，前面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廖婵娥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他花了1/3的笔墨去写什么呢？就是2017年，当时廖婵娥跟媒体解释说，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紧急护援协会，就是因为工党的很多政策啊，尤其是维州嘛，维州是一直是工党政府呢，工党的很多政策是在华人社区不得民心的，不管是这个难民政策啊，这个南苏丹呢，虽然是当时是2017年嘛，但是南苏丹其实最早是工党政府拍板的这个难民计划。所以呢，就是工党的难民政策不得人心，工党的比如说警察方面的啊，关于打击罪犯的这个政策，这就是州政府的责任了啊，不得人心。所以呢，廖婵娥这个表态呢就被工党盯上了啊。据说呢，工党认为2019年之所以工党在联邦选区会输掉，因为当时工党在这个廖婵娥在的Chisholm选区嘛，是选另外一位华人的杨千惠这位候选人呢，去跟廖婵娥竞争。杨千惠是惜败，就少了一点点票数。为什么惜败呢？就是因为廖婵娥当年在那妖魔化工党的政策。而这一篇报道里面，他其实花了超过1半的笔墨去讲这个刘辉峰跟自由党的这个关系，其中整篇里面又花了1/3的笔墨啊，去讲他跟廖婵娥的关系。所以
我在这里面啊，我不知道您怎么样，我在这里面看出了一个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味道出来。好，我前面讲了啊，关于这个紧急会员协会呢，以及当时南苏丹难民的问题呢，我个人觉得紧急会员协会在一开始，至少在华人社区里面，的确是有这样一个需求的啊，的确是有这样一种，比如说啊，我记得当时关于这个紧急会员协会有一篇媒体报道里面提到说，一个店主他这个店2个月啊，是1个月还是吧？1个月被这个黑人小孩、南苏丹难民小孩嘛，上门偷了20次，明抢，而且不是偷了，就是明抢，一哄而散，明抢。这个店主后来实在逼急了，门口竖了块牌子：14到18岁的黑人小孩和狗不准进来。当然后来这个牌子很快撤掉了嘛，这个人就是一时着急上头嘛。但是这个例子也就充分说明了，华人社区里面确实这样啊。我们华人哪有这样子的？那谁会想到在澳大利亚一个店里面，我开个店会被偷20次，而且是明着偷你？不可能嘛，对吧？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换成你急不急？换成我肯定也急啊。所以呢，就是紧急会员协会的一开始那个需求，廖婵娥说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情况？确实，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而且这样子的案例啊，会在华人社区里面形成一个放大效应，它甚至都不需要中共进来，来撺掇一下，来怂恿一下啊，华人社区里面自己就对这个东西会有这种这个兔死狐悲的这种效应啊。我个人对于华人的认识就是这样子的，华人社区崇尚这个秩序，崇尚这个安全。我知道的，我们大家不用回避啊，任何一个香港、台湾任何一个华人社区都是这样的，崇尚秩序，崇尚安全，对吧？那么工党政府的确是没有给华人提供这方面的秩序和安全，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算旧账的感觉。第二点，他这个文章里面讲到啊，这个刘辉峰呢跟很多联邦的部长啊、联邦的议员啊有勾结啊什么的，这个合影啊、照片啊，哎呀。你在这个澳大利亚华人圈里面稍微混过，不用很多吧，几个月吧，你去参加几场华人的活动你就知道了，华人那个是合影高手啊，你知道吗？他会找他去参加这个活动，也不会说英文，也不跟人打伞，就在那呵傻了2句，主要就是为了跟重要人物合影去的。对，人家在那儿拍的时候，你在后面一站，呲拍一张，就好像自己跟这个重要人物在一起了。所以呢，他很多照片啊，都是从刘辉芬的这个微博上找来的。但是啊，你去微博上找，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个规律，他在联邦层面的，他就是找这个自由党的比较多，知道吧？因为什么？联邦政府是自由党的政府啊，当官的嘛，是吧？不是在野党嘛。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上的维州的，他就找维州的是工党的比较多。维州是工党政府吗？就换句话说，人家只是为了去凑这个政府，只是为了去跟当官的合影，去让当官的给自己的产品签字啊。其实这里面是个很典型的模式，我觉得。另外呢，最关键的一点啊，还记得吗？这个报道讲工党的党首 Albanese 要求议会去查这个人跟自由党党员的勾兑。我到这个刘辉芬的微博上啊，手欠我就搜了一下，就在去年这个 Albanese 刚刚当选工党党首的时候，刘辉芬就跟他合了个影，还发了条微博。换句话说，你让别人解释清楚这个牵连，你自己怎么解释呢 ？Albanese 啊，这个是第二点啊，这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问题的。第三点还有一个问题，它里面提到了一个说以前给这个 ICAC 啊，就是这个反腐的嘛，就是相当于廉政公署吧，你可以认为是这个澳大利亚廉政公署吧。以前给廉政公署做法律顾问的一个大律师，引用了这个大律师前法律顾问啊，现在不是了，引用这个大律师的话。这个大律师的话说，我真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为什么还不把这个廖婵娥给炒掉，为什么还要跟他商量事情？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个可以够炒掉他几次的了，他有这么多说不清楚的关系。我呢就稍微去查了一下这个大律师的背景。这个大律师在2016年
被人抓到啊，说他在一个公开场合直接就是骂这个狗日的自由党啊。然后呢，在2018年，他那个时候呢诬陷应该是新南威尔士州，我忘了哪个州了，反正诬陷某一个州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厅的厅长。然后呢，这个人说他受贿，然后这个人就下台了。结果后来另外一个人去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所有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作为一个大律师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完全不应该的。所以这个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呢，你一看起来这个人以前给这个廉政公署做过法律代理了，觉得这人很了不起。因为看新闻的人，没有人会去查看每个人的背景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把这个人的这些背景在这个报道里面加以体现的话，别人怎么知道这个人在这儿做的这个访问的这个发言是公报私仇呢，还是发自肺腑呢？所以啊，这个就是我在这个报道里面看出来的一些，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在这儿不方便讲啊，因为我觉得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我还有一些疑惑啊。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关于这个刘辉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呢，唯一的我们觉得有新意的，就是我们华人还不知道的，就是他跟这个总领馆签的这个东西里面，竟然涉及到我要听总领馆的话，我要向总领馆汇报这个信息，我还拿总领馆的钱，这是这篇报道唯一的亮点，也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但是这篇报道的剩余部分，就是某种私货，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说的好一点，这还是往好的方向想啊，这是一种私货。在澳大利亚呢，因为中共跟澳大利亚这个恶劣的关系，以及中共处理事情的这种近乎幼稚的处理方式，导致任何呢跟中共有关的这个丑闻和丑事你只要沾上边了那你就很讨厌了，洗不干净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有的人当然我并不是在讲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是呢，有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冲动，就是他把这个中共比如说你这个人跟中共是不是有关系这方面的东西呢，把它武器化，把它作为一项武器就像脏东西嘛，脏东西就往你身上砸，往你身上蹭，以实现某些政治目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要知道2019年廖婵娥的那个7总选区，它可是险胜而最早的话，今年年底就要开始下一次大选了。其实呢，在1-2周以前吧，我就已经在推特上听到了风声，很多人已经在放这样的话了，就是你们感觉到没有？很快就要出一个跟廖婵娥有关的大新闻咯。当时呢，我就注意到了有这样一种倾向工党内部呢似乎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一个突破口了。那是不是这个文章就是突破口呢？当然了，这可能还是我对工党比较好的一个揣测。还有更糟糕的就是工党呢不只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在政治上获得得分，而是工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自由党觉得，你们看看，你们跟中共搞什么搞你们自己的人跟中共搞不清楚，你们还跟中共斗什么呀？别斗了，算了，都是一回事儿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工党如果说通过这种方式，想要在这个现在的自由党政府跟中共进行博弈的时候拖这个后腿的话，那这是人人得而诛之啊。好，最后呢，我再说一声可能很多人觉得你就是在帮这个右派说话，帮这个自由党说话自由党明明这个有错，你也给他洗地还真不是自由党呢做了很多错事儿昨天我就讲过了，自由党政府改这个国歌的事儿，我不同意，当然我也不反对你们，但是我不同意明天我会另外做一期，其实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20年的，去年的，就是自由党在昆州的选举那边出了一个问题，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也是跟华人有关的。明天我就做这个节目。我估计呢，可能有人说你是不是收了廖婵娥的钱了，帮廖婵娥洗地？这个呢
啊。首先啊，你没看过我这个批廖婵娥的节目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其次呢，廖婵娥呢，我是这么讲的啊，就是在最近的2件事情上，一件呢就是香港问题，他对于香港问题的表态，还有一件就是之前我那个艾利克阿贝茨嘛，阿贝茨那个事情，工党和左派的人一直要他，你怎么不表态？表态，逼着他表态，但是他没有说话。这2件事情，我觉得廖婵娥做的还是就在他那个位置啊，做的还是比较地道的。至于他到底是不是带着任务啊，是不是有人派他来的什么的，我真不知道啊。不过今天这个报道里面啊，不是讲到廖婵娥很多跟这个刘辉芬的这个合影嘛等等啊，我觉得呢，大部分合影啊，我都是觉得这个合影呢，就是无非就是在一个活动上嘛，要求合影，而且呢，这个是护援协会是在维州的嘛，他是维州当地的议员嘛，双方是有交集的，有合影，倒无可厚非。但是有一张照片，我觉得廖婵娥这个议员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大家看这个照片啊，这个廖婵娥呢站在当中。左手边呢就是这个刘辉芬会长，右手边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当时已经不是总理了，当时是前总理了，也是那次大选也是落败，连议员席位都没有了的托尼·阿伯特。为什么廖婵娥女士会被托尼·阿伯特和刘辉芬会长夹在当中？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他啊，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大家要小心啊！我再跟大家说一句，你在看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当你遇到你不认识的人、你不认识的记者、你不认识的新闻事件的时候呢，最好多去做一些扩展性的阅读。如果你实在不想读，或者是实在读不懂呢，那你就留言给我啊，我来看啊，说不定呢我会专门做一期的。好，谢谢了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一期我们再见了。